最近特别流行一个词叫松弛感。网上对松弛感的高赞定义是：不纠结，不焦虑，不拧巴，情绪稳定，随遇而安，舒适自然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要达到这个标准并不容易。孩子的教育、老人的身体、工作的业绩都要兼顾，哪项出问题都难免失控。收入的波动、账单的增加、竞争力的下降都让人紧绷，哪项摆在眼前都难免焦虑。人到中年，想要松弛太难了。不过1600年前的一位古人倒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。这位古人在世时官做得不大，名望也不高，生活还时常需要接济，但千百年来人们追慕他，赞美他，只因他活出了一种敏感而不多愁，清贫却不沮丧，生活简单却精神丰富的松弛境界。这位圈粉无数的古人就是陶渊明。他用云淡风轻的一生告诉我们，只要不与自己为难，人生的每刻都是良辰。生活中的松弛感有多重要？为什么人人都爱松弛感？一时间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张口闭口爱自己，却不顾眼下身心俱疲。真正应该明白的是，生活不在一味较劲，而在游刃有余。有人描述松弛感是一种能与自我和谐相处，各方面也都通透自洽的气质。不急不躁，用平常心来过日子，坦然活在自己的时区，这就是最好的养生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曾分享过一则故事。女孩阿信是一家公司的管理层人员，薪水颇丰。在她家中有年幼的一儿一女，聪慧可人。可是在旁人看来十分优渥的条件里，她却整夜的严重失眠。咨询师问阿信，睡不着的话，明天可以晚点工作吗？阿信想也没想，就果断地摇了摇头。原来自从疫情爆发后，阿信公司的状况江河日下，幸亏整个团队齐心协力，不惜一切代价转型，才最终保住了公司。对倔强的阿信来说，他的字典里没有偷懒二字。咨询师又问，晚一点去公司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业务安排出问题，耽误重要决策，错过大客户，引起不满。阿信脱口而出一串答案。咨询师直言，所以你害怕放松。在如此紧绷的状态下，再幸福的生活也难以真正感受到。早在2019年，詹青云就发微博说，这一年过得好累，所有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都觉得像在犯罪，已经好几个月没看过电影了。在今天，这又仍是多少人的真实写照。一位22岁女子熬夜加班的时候，急性肠炎发作，在凌晨2点被送进了医院。一名外卖小哥承受精神重压，情绪难以排解，最终被诊断为抑郁与焦虑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争分夺秒才能成功，以至于习惯了每天都满满当当。殊不知，马不停蹄的生活要用身体代价来补偿。一定要明白，并非所有的事都是越快越好，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加速飞跃。任何忙碌都不是消耗自己的理由。半个自己往前走，余下半个给洒脱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最该有的生活状态。它不仅是一种智慧，更是难得的格局与气场。经常听人说，日子有盼头，人就有干劲。确实，在生活中保持希望是一种智慧，但更要明白的是，未知随处都在，坦然才是后盾。网友安安曾经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。他曾是某个2线城市的上班族，25岁那年，由于难以忍受公司的琐碎事务，他决定转行，从事自媒体行业。手机里的知名博主们，粉丝几十万，光鲜亮丽的同时，收入也颇为可观。渴望成功的他，似乎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未来。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对每一次更新都寄予了厚望。谁知一段时间过后，账号不温不火，他竟陷入了数据焦虑的泥沼。面对每天变化的资讯，活得越来越拧巴。楼上传出一丝杂音，他便烦躁不安。一旦数据有所下滑，他就会暴跳如雷。可越是如此，情况就越不尽如人意。
更糟糕的是，他的这种情绪蔓延到了周围人的身上，无时无刻的依赖，枷锁般的高期待，让一切雪上加霜。最终，她和闺蜜大吵了一架，与老公的关系也下降到了冰点。这时她才意识到，假如自己能够从容一些，也许一切都大不相同。如果尝试手握沙土，你会发现，越是想要攥紧，反而流失得越快。像极了在快节奏的当下，许多人怀着很强的功利心，付出一点努力便希望看到效果，投入一段关系便期待高额回报。因为在乎，所以拉紧神经，不断检验收获，试图避开失望。明明可以自由愉快的心情，也在患得患失中沉重下来。一个可怕的事情是，真正的灾难往往是从不断担忧开始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豁达，放下一些事情，更加通透地看待生活。人这一辈子不求事事顺心，满足常乐便足矣。很多年前，老家流行一种烧饼，仅一条街上就有好几家店铺。邻居张叔经营着其中一家，饼的味道颇为独特，却因为每次出炉的数量很少，常常要排队买。一次，有个城里人来到村里，开始宣传新的烤炉，一次能烤1箱呢，几分钟就能出炉。老板们很快被吸引过来，争先恐后购买新烤炉，唯恐慢一点，好事就被别人抢了先。只有张叔无动于衷。没过几天，一款改良型添加剂又火了，揉面时加一点，饼不但能保存更长时间，还能增香。很快，街上的烧饼全都改头换面，只有张叔还在一如既往地卖传统烧饼。隔壁老板娘很疑惑，你怎么不紧跟潮流呢？张叔只回答了一句话，那就不是烧饼该有的味道了。村民渐渐发现，当原有的节奏乱掉时，再香的饼也失去了朴实的口感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许多烧饼店逐渐冷清，接连关门。唯有张叔的店以正宗闻名，成了老家的知名招牌。现实中，我们也经常被各种潮流和标签裹挟，身不由己。其实，真正让你害怕的不是落后，而是直面自己的内心。谁都可以随波逐流，他能隐藏起慌张，佯装出体面，但能够驾驭人生的，一定是可以控制频率、内心稳定的人。要明白，没有任何必须遵守的标准，在自己的时区准时，便无所谓落后与领先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松弛的人生要学会积极的放弃。陶渊明参加工作晚，29岁才出仕为江州祭酒。虽然年纪有些大，但他仍坚信自己退可独善其身，当一名快乐的隐士，进可兼济天下，当个既黎民于道玄的好官。可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自己既没有忠言直谏的机会，也没有让上司刮目相看的能力，处理人际关系也不怎么擅长。可能是没有遇到明主吧，郁闷的陶渊明决定暂时隐退。6年后，他再次出仕，结果和上次一样，领导算不上明主，自己也算不上能力，越干越憋屈，只得再次回家。他就这样游走于出仕与归隐之间，直到41岁任彭泽县县令时，留下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全是乡里小人写的名言。然后彻底告别官场，朝田园的方向欣然而去。我的性格不适合官场，不妨去追求田园。认清了自己的陶渊明，不再以事业为念，而是放过了自己，欢喜地开始下一段人生。在大多数文化中，放弃都是可耻的行为，陶渊明却告诉我们，当你被无意义的人和事折磨时，放弃才是积极的选择。放弃的艺术中，作者曾将放弃分为2种。有人为逃避频繁跳槽，每份工作都以负面情绪过多结束；
有人碰见破事，第一反应不是断舍离，而是在无数次反刍中折磨自己。这些行为都属于消极放弃。有人结束了一段长跑关系，很多人惋惜，但他知道自己在这段感情中消耗大于收获。有人放弃了原本舒适的工作，很多人觉得不明智，但他知道自己能在挑战中获得新的激情。正确的评估自己与目标的适合度，再就此调整规划，这些行为都属于积极放弃。害怕不确定性，在不喜欢的事上咬牙坚持，担心沉没成本，不愿结束一段糟糕的关系，最后只会浪费了时间，也消耗了自己。一条路走不通就转弯，一段感情留不住就随缘，一件事想不通就忘记。与其处处较劲纠缠，不如放过自己，看开看淡。松弛的人生需要学会慢慢来。陶渊明26岁的时候，长子阿叔出生。初为人父的他，激动地写下了《命子》一诗：悠悠我祖，源自陶唐。渺烟于滨，历史重光。孩子，我们的家族很了不起，你将来一定要延续家族的荣耀。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，突然转念一想，如果儿子就是一个普通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尔之不才，意义焉在？如果你不能成才就算了，前面就当我没说。多年后，他又在《择子》一诗中吐槽道：虽有5男儿，总不好执笔。老大不爱学习，老二比他更懒，老三老四连6和7都分不清，老5就是个吃货，也不像有出息的样子，怎么办呢？天运狗如此，且尽杯中物。既然命该如此，我还是继续喝酒吧。你看，一不为难自己，二不为难他人。陶渊明的接纳比一般人来的彻底。熟读老庄的他相信，人生的夭寿穷通就像四季变化一样自然，无法干涉，也无从抱怨。所以人也应该像顺应四季一样，接受人生的风雨变化，按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心理漫画集《抱住棒棒的自己》中，一位来访者生下2胎后，发现丈夫出轨并转移财产，一边要打官司，一边要照顾孩子，强大的精神压力让她陷入了严重的抑郁。朋友的开导让她得到了一时的轻松，可时间长了又陷入焦虑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她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。在熟悉的家里，在父母面前，无论是想哭、想偷懒、想逃避，她都会得到一句“你可以”。这种彻底的接纳也让她开始放过自己。或许现在的状态很糟糕，但我会重新工作，融入社会，可能过程很慢，但我相信自己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很多人之所以活得累，就是神经太紧绷。工作要做到完美，孩子要上最好的学校，生活要比别人都强。这种紧绷的背后，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接纳。我不够好，我的家，我的孩子也不够好。下面这段话，你可以经常拿出来读一读。抬起双手，交叉环抱自己，拍拍你的肩膀，告诉自己，过去的我已经做得很棒了，剩下的我真的可以慢慢来。孩子成绩不好，没关系，带着孩子慢慢来。人到中年，学习新技能很吃力，没关系，允许自己慢慢来。和伴侣总是拌嘴，结婚多年还在磨合，没关系，允许我们都慢慢来。只有彻底接纳自己，心疼自己，关照自己，允许一切慢慢来，我们的心才能真正的松弛下来。松弛的人生，要学会寻找自己的圆满。少无世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与大部分隐士选择隐居的初衷不同，陶渊明的隐居是建立在真正热爱田园生活的基础上，所以他的诗歌里没有过多的愤懑与不平，只有错落的村庄，袅袅的炊烟，街坊邻居相互串门，知己好友共赏奇闻，就像一部优美恬淡的风光纪录片。这也正是陶渊明的可爱之处。活得很辛苦，
但依然会生活。世界尽头的咖啡馆中有一位叫安妮的顾客，平时工作忙，他会通过购物来减压，但这些东西他却很少真正享用。某天他看着长长的账单，忍不住失声痛哭。后来在服务员凯茜的启发下，他终于弄清了，工作、外在那些所谓的圆满，只是满足了别人眼中的优秀，并不会让自己持久的开心。想通了这一点，他开始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每天都留出1小时去挖掘自己真正热爱的事，比如读书、远足。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自己不再需要面对长长的账单了，对物质的依赖也随着热爱的实现发生了改变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这一代人比起以前更富足，也更贫乏了。你有多久没感受过虫鸣花香？有多久没有观察过天上的星河？你又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思考一个问题，或者陪孩子读完一本小书？我们好像习惯先谈活着，再谈生活，觉得钱攒够了，退休了，才有资格让自己快乐。走得太快时，记得等等灵魂。不要因为生活的疲惫戒掉你的思考、趣味、热情和分享欲，也试着在休息的片刻忘记考核、绩效、DDL。就像有句话说的，你不要只是路过，你要感受；你不要只是活着，你要生活。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陶渊明想告诉诗人的，从来不是凡尘有多吵，归隐有多高，而是在凡尘中也能达到内心调和之境，让心中的幸福感常驻。这不正是我们追求的松弛感吗？它不需要大动作，而是在于稀松平常的每一个当下。画家何多灵曾在《13邀》中讲述了一个观点：任何事情都要松一点比较好。太紧的人生拧巴而焦虑，松弛下来反而事半功倍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，太过用力终究难以走远。不捆绑，不期待，不改变，才能相处不累。不捆绑。春晚经典小品《实诚人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魏基安和妻子黄小娟赶着吃完饭去看演出，不料郭冬临饰演的小石连招呼都没打就突然上门，还要留下来吃饭。吃饭时更是擅自打开桌上的酒，自顾自地喝了起来，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。眼看演出时间就快到了，夫妻俩很着急。黄小娟暗示小石早点回去，不然路上不安全。可他仿佛没听见。无奈，黄小娟又对他说：“我们有急事，新春音乐会马上开演了。”但小石依然没眼色，说：“你有事可以先走啊，只要魏基安留下来就行。”这下魏基安也不好意思赶他了，只能对妻子说：“要不你先走吧，我这有事走不开呀。”可就在这时，小石竟一把将魏基安手里的票抢了过来，道：“你有事就忙你的，我没事啊。这演出票挺贵的，不能浪费。”生活中总有些像小石这样的人，仗着关系好，随意介入别人的生活，打着好朋友的旗号就让你帮他办事，却忘了再好的关系过度越界也会让人感到不适。不彼此束缚，保持一定距离才是最恰当的交际方式。国画大师黄永玉和钱钟书是邻居，两家相隔不到200米。然而在近20年的时光里，黄永玉只去过钱家2次，就连给钱钟书送春茶春笋，他也只是打个电话送到门口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不想去，只是自爱，珍惜他们的时间，他们夫妇俩是真在忙着写东西。”人应该相互体谅和理解的。而钱钟书也在文章《谈交友》中提到，没有比中国古语塑交更能体现友谊的精髓了。在挂念对方的同时，为彼此留下足够的空间，感情也会越发深厚。复旦教授陈果曾说，人与人就像2个王国，各自应当保持着宽阔、自然而舒适的疆域，甚至在疆域之间要有一个中立地带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好的关系也应有各自的边界，
不过度捆绑，不过度消耗，才能浓淡相宜，恰到好处。2. 不期待。马尔克斯曾在《百年孤独》中写道，人生的实质就是一个人活着，不要对他人心存太多期待。世间人情薄如纸，凡是指望别人有所回应，最终难堪的只会是自己。电影《两只老虎》中，张成功和范志刚不仅是战友，更是肝胆相照的兄弟。因为负伤，范志刚提前转业回了老家，不料头上的一块弹片压迫了视觉神经，急需手术取出，否则就会失明。可当时的他身无分文，只能找人借钱，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成功。当初在炊事班里，张成功因怯弱常被同伴欺负，每次都是范志刚挺身而出，将他护在身后。张成功被人辱骂，范志刚就朝骂他的人泼开水。张成功爱吃肉，范志刚就每天偷偷给他留肉。张成功对他十分感激，更是信誓旦旦道要做一辈子好兄弟。他知道张成功退伍后下海经商，生意风生水起，手里肯定有闲钱，于是急切地拨通了张成功的电话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。可张成功一听他是要借钱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而他的理由竟是我怕你还不起。听罢，范志刚整个人仿佛跌进了冰窖。看过一句话，别期待任何人，因为当你在黑暗中挣扎时，连影子都会离开你。人往往容易高估一段关系的重要性，可事实上，没有人能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把你列入重要名单。不期待，不是对关系的不重视，反而是将每一次小小的相处都当作意外之喜。3. 不改变。台湾作家白先勇和主持人陈文茜是好朋友。白先勇曾凭《牡丹亭》轰动两岸三地，可陈文茜却从未发表任何赞美言论，好似丝毫不感兴趣。一番了解后，白先勇才知，在陈文茜的眼里，爱情是不可靠的东西。他也不明白《牡丹亭》中的爱情为何能超越生死，穿过世俗。得知缘由后，白先勇不再在陈文茜面前提起《牡丹亭》，也很少请他帮忙宣传发表意见。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因此改变。陈文茜说，我十分感谢他的理解，他可以创新，我可以顽固，谁也不去改变谁。书画家启功和谢志柳都是书画界的宗师，但他们的学术观点有时候相左。在草书《古诗四帖》的作者考证问题上，谢志柳通过对运笔手法的研究，认为他是唐代书法家张旭真迹。启功则从文献注录、避讳文字等角度出发，认定他是宋人作品。二人各执己见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甚至为此打过笔仗，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会就此决裂。但没想到，他们仍旧同以往一样，一起出席各种场合，交流书画心得。对于两人关系，谢志柳这样说道：学术可变，友谊不变。也正因如此，两人的友谊才能持续终身。其实这世上最难的，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。白先勇不改变陈文茜，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经历不同，乳之蜜糖亦可能是彼之砒霜。启功和谢志柳不互相改变，因为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，不一定要认同，但可以理解和尊重。孔子说，君子和而不同。与人交往，只去选择，不去改变，才能相处舒服。很喜欢白落梅书中的一句话：真正的情，清清淡淡，平平整整，安安静静地摆在那里，从来都不需要太用力。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是没有关系，允许他是他，你是你，自然能松弛有度，舒心自在。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里曾写过这样一句话：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，无所谓去了，无所谓见谁。很多人说希望自己能拥有松弛感，但真正的松弛绝不是躺平摆烂，而是能够随遇而安。
是日理万机，却能照顾好身体。要紧的是慢慢做。是心有向往，却从不苛求什么，允许一切的发生。是愈发优秀，却始终内心清晰，从不迷失于内卷。当一个人恰如其分时，才能拥有披荆斩棘的人生。愿我们都能从容不迫，在松弛感中修炼从容绽放的自己。松弛不是一种心情，而是一种能力。成为幸福的人，比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容易得多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总是搞反了。生活不易，愿我们都能学会好好爱自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